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讲的故事简直让我惊掉下巴，这个案例真的太有代表性了，既涉及到了两岸婚恋差异，又反映了现代社会中财产问题对婚姻的影响。各位单身的姐妹兄弟们，特别是考虑跨地区恋爱的，可得听好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爱情面前，警惕性不能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故事的主角，台湾小伙阿志和大陆姑娘小文。阿志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家境不错，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年薪也有100来万新台币。他在台湾这个高消费的地区，算是生活条件很优越的那种。阿志人长得帅气，性格开朗，工作也稳定，但就是年过30还单身，倒不是没人追，主要是他这个人比较专注工作，再加上有点挑剔，所以一直没碰到合适的对象。他妈妈急得不行，整天在他耳边唠叨：阿志啊，你再不找对象，好的都被人挑走了啦。典型的台湾妈妈式关心，懂的都懂。有一天，阿志的表哥从上海出差回来，看他单身状态实在可怜，说：要不要介绍一个大陆女孩给你认识？现在两岸交流这么频繁，我认识几个不错的单身女孩。阿志本来没太当回事儿，但架不住家里催得紧，再加上表哥说的那个女孩条件真的很好，就答应见一面。这个女孩就是小文，上海人，28岁，在一家外企做市场经理，长相甜美，身材窈窕，关键是气质非常好。虽然在大陆工作，但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出国，见多识广，一点都不土，反而有种国际范。两人第一次视频通话时，阿志就被小文吸引了。不仅颜值在线，小文谈吐优雅，知识面也广，最重要的是特别会聊天，总能找到阿志感兴趣的话题。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网恋，每天视频发信息，越聊越投机。2个月后，小文休假去台湾旅游，顺便和阿志见了面。见面之后，阿志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感觉，小文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小文在台湾玩了1周，阿志全程陪同，带他去了九份、阳明山、台北101等地方。两人像连体婴一样形影不离，感情急速升温。临走前一晚，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并约定会经常见面，争取早日结婚。回上海后，小文向领导申请调到台湾分公司工作，这样就能和阿志在同一个城市。阿志也非常支持他的决定，甚至主动提出可以帮他在自己住的小区附近找房子，方便两人约会。小文搬到台北后，两人的感情更是突飞猛进。阿志发现小文不仅人美，还特别勤快，会持家。每次去他家，屋子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能做一手好菜，尤其是他那手红烧狮子头，做的比台湾本地的还好吃。阿志心想，这么好的女孩哪里找啊？赶紧娶回家。于是，在交往半年后，阿志向小文求了婚。小文当然是答应了，但他提出了一个要求：阿志，我父母希望我们能办2场婚礼，一场在台湾，一场在上海，这样两边的亲友都能参加。阿志想都没想就同意了，毕竟这个要求很合理，而且他也想给小文一个难忘的婚礼。就在准备婚礼的过程中，变故发生了。一天，小文突然带着一份文件来到阿志家，一脸严肃地说：阿志，我爸让我们签一份婚前协议。阿志一听就愣住了，婚前协议为什么要签这个？小文解释道：你别误会，我爸是上海一家企业的老板，家里有点小钱，他担心有人图我们家的财产，所以一直有让我和未来老公签婚前协议的想法。阿志有点不舒服，但我没有要你们家的钱啊，我自己有工作，有房子，也不缺钱。小文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但我爸不了解你，他上了年纪，思想有点保守，你就当是安抚一下老人家的心好吗？再说了，这份协议对你也有保障，里面写明我不能动你的财产，你也不能动我的，各自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听起来似乎很公平。阿志思考了一下，点了点头，好吧，如果这能让你父母放心，我签，不过我想先看看具体内容。小文递给他一份协议书，阿志仔细阅读起来，
协议确实如小文所说，主要内容是约定婚后两人的财产分开管理，并列出了双方各自的主要财产清单。阿志注意到协议是用繁体中文写的，应该是专门为了在台湾签署而准备的。内容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有一条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因共同生活或工作需要而购置的财产，除非另有约定，否则视为共同财产。阿志问道：这条是什么意思？小文解释，就是说我们结婚后一起买的东西算是两个人共有的，这不是很正常吗？阿志想了想，觉得这确实是常规做法，就没有深究。他又翻了几页，发现协议末尾还有一些附加条款，但字太小了，而且用了很多法律术语，看起来很晦涩。他问小文，这些附加条款是什么意思？小文笑着说，就是一些标准条款啦，像是协议的生效时间、如何修改协议之类的程序性问题，没什么特别的。我爸找的律师非要加这些，说是为了严谨。你放心，没有坑你的条款。阿志不是法律专业出身，看那些条款确实有点头疼，但他信任小文，加上协议主体部分确实没什么问题，就在小文的催促下签了字。签完字后，小文明显松了一口气，高兴地说：太好了，现在可以专心筹备婚礼了。婚礼如期举行，先是在台北办了一场，阿志的亲友们都来参加了。婚礼很温馨，充满了台式的浪漫。1周后，两人飞到上海，在小文父母安排的5星级酒店举办了第2场婚礼。这一次，阿志终于见到了小文的父母。出乎他意料的是，小文的父亲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普通的企业老板，而是气场十足，周围还有不少人对他毕恭毕敬。婚礼现场来了许多大人物，阿志甚至认出了几位上海的高官和知名企业家。婚礼结束后，阿志好奇地问小文：你爸到底是做什么的？怎么这么多大人物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小文笑笑说：我爸在上海做地产生意，认识些人而已，别多想，他就是个商人。阿志虽然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多问，毕竟他娶的是小文，不是他的家庭背景。婚后，两人回到台北生活，刚开始一切都很美好，小文体贴入微，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阿志工作忙，他就主动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两人生活得非常和谐。但好景不长，结婚3个月后，小文开始频繁接到上海打来的电话，通话时总是躲着阿志，说是工作上的事情。有一天，小文突然提出想买一套更大的房子，我们现在这套房子太小了，才60平米，如果以后要孩子，肯定不够住。阿志觉得有道理，但他的财力有限，可我现在的积蓄不够，买大房子可能需要再攒几年。小文说，我有一些积蓄，我们可以一起出钱，购房合同上写2个人的名字。阿志想起婚前协议里说的共同购置的财产视为共同财产，觉得这样也挺公平，就同意了。他们很快找到了一套120平米的大房子，地段不错，装修也很现代化，但价格不菲，需要支付300万新台币的首付。阿志拿出了自己全部积蓄100万，小文出了剩下的200万。购房合同上写着两人共同购买，产权共有。买了新房后，阿志提出把原来的小房子卖掉，减轻一些经济压力，但小文却说不急，可以先租出去，每个月还能有点租金收入。阿志想想也有道理，就按照小文的建议做了。新房装修好后，两人搬了进去。为了布置新家，小文又花了不少钱买家具、电器等。阿志看他花钱大手大脚，有点担心，但小文总是说这些都是必需品，为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嘛。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阿志发现小文和结婚前有了很大变化，他不再那么体贴，经常抱怨台湾的生活节奏太慢，物价太高，不再做饭，而是要求经常出去吃高档餐厅，也不再关心阿志的工作和生活，整天沉迷购物和社交。每当阿志表达不满时，小文就会说，我已经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了，连房子首付都出了大部分，你还想怎样？阿志无法反驳，只能默默承受，但他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感觉自己像是娶了一个陌生人。婚后1年，小文突然说要回上海探望父母，
阿志因为工作脱不开身，就没有同行。谁知小文这一走就是1个月没回来。阿志打电话询问，小文总是说父亲身体不好，需要他照顾，再多住几天。阿志虽然担心，但也无可奈何，只能一个人在台北等待。直到有一天，阿志下班回家，发现家里的贵重物品全都不见了，电视机、电脑、名贵家具统统消失。他急忙打电话给小文，但电话已经停机。更让阿志震惊的是，第二天他去银行查账，发现自己的积蓄竟然所剩无几。原来小文利用他们的共同账户，把钱几乎全转走了，只留下了几万台币。阿志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他立刻报警，并联系了律师朋友。律师朋友看了婚前协议后，脸色大变。阿志，你仔细看看协议末尾的附加条款。阿志拿出协议，终于仔细研读了那些小字条款。这一看不得了，原来里面藏着一个大坑。若任何一方以个人财产对共同财产进行投资或贡献，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随时要求按照贡献比例从共同财产中优先受偿，且不受任何限制。律师解释，这意味着小文可以随时提取你们共同购买的房产中他投入的那部分钱，而且是优先于你的权利。实际上，他可以用这个条款要求出售房产，或者从你的其他财产中索赔。阿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小文诱导他一起买房子，故意多出钱，就是为了通过这个条款控制他的财产。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几天后，阿志收到了来自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函，称小文要求分割2人的共同财产，包括新买的房子和阿志名下的原有房产。律师函中引用了婚前协议的条款，声称根据小文在新房中的出资比例，他有权获得新房价值的2/3。如果新房不出售，则可以从阿志的其他财产中获得等值补偿。阿志急忙联系自己的律师朋友小陈。小陈研究了律师函和婚前协议后，更加确定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阿志，我必须直说，这份婚前协议简直就是一个陷阱，那些晦涩难懂的附加条款才是重点，但小文当时却刻意淡化，只让你注意主体部分。小陈严肃地说道。阿志心如刀绞，我真是太傻了，居然这么轻易就相信了他。小陈又说，更麻烦的是，协议中还有一条约定，任何财产纠纷的解决适用上海市法律，并由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管辖。这意味着，如果真打官司，你得去上海应诉，这对你非常不利。阿志彻底慌了，那我现在该怎么办？他会不会连我原来的房子也要抢走？小陈思考片刻说，我们得赶紧想办法保全你的财产。首先，你立刻去银行更改密码，冻结所有可能被他动用的账户。其次，我们需要找台湾这边的律师，看能不能在本地法院提前立案，争取管辖权。就在阿志按照小陈的建议行动时，他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是一个操着台湾腔的男人。请问是阿志先生吗？我是小文的表哥王明，也是在上海工作的台湾人。阿志一愣，是你介绍小文给我认识的那个表哥？不是，那不是他表哥，是他朋友假扮的。王明的声音很急促，我冒险联系你，是想告诉你一个真相，你被设局了。阿志心一沉，什么意思？王明压低声音说，小文的父亲夏洪涛不是什么普通企业老板，他是上海一个灰色人物，专门做高利贷和一些见不得光的生意。这些年，他们家族一直有一套固定的套路，就是让小文这种外表光鲜的女孩去接触台湾或者香港的富裕单身男性，然后通过各种手段骗取财产。阿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因为我老婆小婷也差点成为他们的工具。王明解释道，小婷是小文的表妹，当年被迫参与过类似的骗局，但她良心发现，告诉了我真相，我们就断绝了和夏家的往来。这次偶然听说你的事情，小婷认出了套路，我们觉得必须提醒你。阿志感激不已，谢谢你愿意告诉我这些，但我还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选中我，我又不是什么大富豪。王明叹气道，你可能不知道，在大陆某些人眼里，只要是台湾的工程师，
医生、律师这种稳定职业，又有房有车，就已经算是肥羊了。加上你单纯老实，很容易被骗，所以成了他们的目标。那他们现在还想干什么？我的积蓄已经被搬空了，他们还要我的房子吗？阿志担忧地问。没错，房产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会通过法律途径逼你卖房还债，或者直接转让房产。你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在王明的建议下，阿志马上联系了一位专门处理两岸法律纠纷的资深律师郑律师。郑律师了解情况后，立即帮阿志在台北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婚前协议中的管辖条款无效，并申请了财产保全措施。同时，阿志还去警局报案，指控小文涉嫌诈骗和盗窃。虽然警方表示这是民事纠纷的可能性较大，但还是立了案。1周后，情况出现了转机。警方通过监控发现，小文离开台湾前，确实将大量财物搬出了阿志的家，并有同伙协助运送。这一证据强化了诈骗的嫌疑。警方决定立案侦查。郑律师也带来了好消息，法院初步认定你签订婚前协议时存在明显的误导和欺诈情况，协议中关于管辖权的约定可能无效。而且，根据台湾法律，即使协议有效，涉及台湾不动产的纠纷也应由台湾法院管辖。这意味着，即使打官司，阿志也不必去上海应诉，这大大增加了他胜诉的可能性。然而，小文和他父亲并没有就此罢休。一天，阿志下班回家，发现几个陌生男子站在他家门口。阿志先生，一个戴着墨镜，一看就不好惹的中年男子向他走来。我是小文的父亲夏洪涛，我们聊聊吧。阿志心里发毛，但想到这是在台湾，对方不敢乱来，就鼓起勇气说，有什么好聊的？你们骗走我的钱还不够，现在还想要我的房子？夏洪涛冷笑，年轻人做人不要太绝，我女儿嫁给你，为你付出那么多，你却告她诈骗，给自己留条后路吧。看到阿志不为所动，夏洪涛语气突然变得很厉。我告诉你，在上海没人敢这么对我夏洪涛，我能让你在台湾也待不下去。识相的把房子过户给小文，我们一笔勾销，不然你会后悔的。阿志被吓到了，但还是硬气地说，这里是台湾，不是上海，你吓唬不了我。说完，他拿出手机，作势要报警。夏洪涛见状，冷哼一声，带着手下离去。临走时丢下一句，好，你等着。这一晚，阿志辗转难眠，虽然嘴上硬气，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害怕了。第二天一早，他把昨晚的事告诉了郑律师和王明。郑律师立刻建议他搬到亲友家暂住，并申请了人身保护令。王明则表示可以帮他联系上海的朋友，收集夏洪涛的违法证据。如果能证明夏洪涛有不法行为，不仅可以在民事诉讼中对你有利，还可能让他们主动撤诉，以免引火烧身。王明说，正在阿志为接下来的法律战做准备时，一个意外消息传来，小文被上海警方带走协助调查。原来夏洪涛长期从事非法高利贷活动，已经被警方盯上很久了，而小文作为其中一环，也涉嫌多起诈骗案。这个消息无疑给了阿志一剂强心针。郑律师立刻整理相关证据，向法院递交了补充材料，要求宣告婚前协议无效。几个月后，台北地方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阿志与小文的婚前协议因存在重大误解和欺诈而无效，小文需归还从阿志处获取的钱财，两人名下的新房产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分割。但由于小文出资部分涉嫌非法所得，法院暂时冻结了相应份额。与此同时，刑事诉讼也有了进展。警方查实，小文确实涉嫌有组织的婚姻诈骗，而这只是夏洪涛家族犯罪的冰山一角。随着调查深入，令人震惊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夏洪涛实际上是一个跨境犯罪集团的头目，除了高利贷和诈骗外，还涉及洗钱、偷渡等多种违法活动。而小文这些年来已经利用类似手段骗了至少3位台湾男子和2位香港商人。更让阿志惊讶的是，当初他们在上海办婚礼时，那些所谓的大人物很多都是夏洪涛花钱请来的托，目的就是为了给阿志营造一种小文家庭背景显赫的假象。
这一切真相大白后，阿志如释重负，但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反思。我怎么就那么傻，被骗得这么惨呢？阿志对前来安慰他的小陈说。小陈拍拍他的肩膀，阿志不要太自责，这种跨境婚姻诈骗案在台湾并不少见，受害者不止你一个，你已经很幸运了，至少追回了大部分损失。的确，除了一些现金和贵重物品外，阿志保住了自己的2套房产，并且通过法院判决追回了部分被骗钱财。虽然心理创伤需要时间治愈，但经济损失并不算太严重。这件事在台湾社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媒体争相报道，许多人都为阿志的经历感到惋惜和愤怒。有些评论认为，这反映了两岸婚姻存在的风险，也有人指出这只是个别现象，不应以偏概全。阿志的遭遇也引发了对两岸婚姻法律保障的讨论。一些法律专家建议，两岸民众在跨境婚姻中应更加谨慎，最好咨询专业律师审核婚前协议，以避免落入法律陷阱。半年后，阿志走出阴影，重新投入工作。在朋友的鼓励下，他还成立了一个防婚骗互助群，帮助更多可能遭遇类似骗局的台湾单身男女提高警惕。至于小文和他父亲夏洪涛，据说已经在上海被判刑，具体情况因涉及两岸司法合作等复杂因素，阿志并不清楚细节，也不再关心。人生就像一场修行，经历过才懂得。阿志在互助群里常这么告诉那些咨询者，我不后悔这段经历，它让我成长，也让我更珍惜身边真心待我的人。各位宝子们，丽姐讲到这里，你们有什么感想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爱情固然美好，但在跨地区婚恋中还是要多一分谨慎啊。我想借这个故事分享几点跨地区婚恋的经验给大家。首先，两岸婚恋要注意的文化差异可不少。虽然同样说中文，但台湾和大陆在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台湾人普遍比较注重生活品质，消费观念更开放，而大陆人则更为务实，注重物质积累。这些差异如果不能相互理解和包容，很容易产生矛盾。其次，经济条件认知存在差距。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经济状况存在误解，认为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实际上，台湾的人均 GDP 至今仍高于大陆大部分地区，高科技产业非常发达。像故事中的阿志，虽然不是大富豪，但在台湾拥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生活条件已经相当不错了。第三，法律体系大不相同，两岸的法律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在婚姻财产制度上，台湾采用法定财产制，即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婚后财产共同所有，但有别于共同共有；而大陆则是婚后共同财产制，且实践中对婚前财产的保护相对较弱。这种差异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设计各种陷阱。第四，婚前协议一定要慎重。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签订婚前协议都是严肃的法律行为，一定要请专业律师审核，不要图省事或者因为信任而草率签字。特别是对于跨地区婚姻，更要注意协议中关于适用法律和管辖法院的约定，这往往是隐藏最深的陷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感情需要时间检验。像阿志和小文这样，短期内从相识到结婚，缺乏对对方家庭背景、性格特点的深入了解，风险非常大。真正的爱情需要时间去检验，彼此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是否契合，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慢慢体会。丽姐见过太多因为闪婚而后悔的例子了，特别是跨地区的婚姻，更需要谨慎再谨慎。当然，我不是说两岸婚恋都有问题。相反，很多台湾和大陆的夫妻生活得非常幸福，关键在于双方是否真心相爱，是否充分了解彼此，以及是否做好了面对文化差异的准备。爱情是美好的，但美好的爱情需要建立在理性和了解的基础上。希望每位单身的宝贝都能找到真心对待自己的另一半，不要被表面的甜言蜜语和虚假的光鲜所迷惑。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如果喜欢丽姐的故事，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哦。咱们下期再见。